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平台的脱狱的高清流程。这款游戏之前给大家录制过，但当时是 720P 的。那现在很多平台的视频都要求 1080P 起步了，并且一些小伙伴也吐槽我早期的视频的清晰度实在是堪忧啊，满屏的狗牙。所以今天给大家重新录制一下高清版，不止视频高清了，而且呢画面也加入了滤镜，后期处理。帧数上也得到了提升了。这个画面实际上比小时候玩的真的好太多了。好，拿枪。这个游戏我还录制过无限的武器版，咱呢就相当于开无双了。咱们还是来普通版录制高清版。第一关应该后面还有枪，所以这个不用守。拿全套之后呢，拿防弹衣。防弹衣的作用是防匕首和子弹，像这种飞刀都可以挡住。第三个房子呢，它是加血的，那我希望快一点通关，所以咱们没有掉血就不进了。掉个1-2滴血其实也不用进，但是这个房子其实是可以刷一个小命的。那我快一点打通关也要25分钟左右。这款游戏其实关卡数不是很多，大概那么6关，但是关卡的长度的设置呢不是非常合理。1、2、5、6关比较短，3、4关很长。这个和这个游戏的出身有关啊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这个游戏是一个重制版，我不应该说是复刻版。因为呢，它最开始是一个街机的版本，但是街机版啊和 FC 版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。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到像街机版的魂斗罗和 FC 版的魂斗罗的差距那么大。你看起来呢就是2代游戏，就是1代和2代大概是这种关系，而不是同一个游戏。但事实上呢，它就是当时官方的一个移植版。但移植的时候呢，根据 FC 的机能啊做出了大量的调整。这把枪我要留着打飞机啊，打本关的 BOSS， 因为本关的 BOSS 是一个直升机嘛。飞机的话5发子弹它就爆了，但是咱们一梭子呢是3发，所以应该留两次，留2梭子弹。其实留匕首上来也能给飞机一下伤害。那匕首的一下伤害相当于1颗手雷啊！如果这里咱们没有武器的话呢，那就只能使用飞机上跳下来的人身上的手雷来炸飞机，那也是5下。好，留了2梭子，这就不能用了，不能再用了。再用的话，打 BOSS 就慢了。很多 BOSS 你都可以留着武器去。1发飞刀呢，大概相当于2个带着全套的重拳吧。来了，这个 BOSS 真的太熟悉了。等它下降一点。这个设定我觉得不合理，就是这主人公这么高超的战斗技巧，你难道没想到把枪举起来射击吗？你想想，你只能平着射，那肯定是不成啊，对吧？枪都端不起来，可能是身体不好。好，照样咱们拿全套和防弹衣。先拿到防弹衣这关。现在看起来啊，对面挨打的时候，对他非常有节奏，姿势非常的搞笑。但是呢，其实按住连发的拳啊，这个节奏和对方挨打的节奏是跟不上的，不是一样的。所以说，如果想把对面粘住，还是需要单发的脚来控制节奏。这个摩托能踢下来啊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对，就站在我刚才那个点，因为它是上下不断的移动嘛，站在我刚才那个点，然后呢踢它，相对安全一点。这个拳套确实是比较猛啊，感觉比腿的攻击力还要高一点。可能相当于一个 AB 飞脚了。
那飞脚呢，我很少用。后面躲手雷的时候，或者打最终 BOSS 的时候，我会用到。哎，挨了一刀啊！这可能是我第一次挨打吧。那挨这刀原因呢，是敌方的小兵靠近屏幕边缘，他就无敌了，他就没有被攻击的判定了。这个很多的2D 的轻版动作游戏都存在这个问题，包括街机版的都一样。其实街机版以街机版的基版的机能，你不应该这样。这个油罐炸了，停一下。哎，烧一下是非常疼的，而且你如果倒地的话，你就失去你现在所有的道具，全套防弹衣就都没有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不太常跳呢？因为你跳起来被敌人击中的话，那就倒地了啊，东西就丢了。这东西驾驶室里能看见敌人啊！我当时小的时候还琢磨呢，能不能把驾驶室打爆了啊？事实上不能。小时候管这个敌人叫水鬼。等他出来和他刚正面就可以啊。第二波，前面还有加血的地方，但是掉了半格血，我觉得没必要加，半滴血1/8。他这个血量计算方式真的有点特别啊，它不是数字的，也不是那种格数的。你要说格数吧，你像双截龙那种格数还可以，你看着多一点。它这个只有4格，这看起来就非常少。但是呢，它有一个好处，挂了之后应该就从这儿开始。好，匕首。又搞下来一个摩托。这些枪呢就抢不下来了，这枪如果抢下来，给 BOSS 一下他就挂了，一发子弹他就挂了。这里能拿一个飞刀，飞刀的话扎着 BOSS， 然后你再给2拳，他就挂了。哎，我那后肘没打到他，其实刚才那后肘打到他，他就挂了。结果呢，他没瞄准，他捅的时候没瞄准，这就犯了基础性的错误啊，太不应该了。哎，又扎了我一刀，想抢一个匕首真的很困难啊！你看人家就捅上了，对吧？一个匕首是掉1滴血，这个还行啊。摩托压一下好像是2格半。这款游戏应该是我玩过的最早的那批 FC 游戏之一了。一般它在8合1合卡里边啊，非常常见。到现在也30多年了，啊，难以想象啊！好 ，BOSS 战了，先扎他一刀，好，完事儿。他的手雷啊，打人很疼，一下就秒掉。但是呢，他的子弹咱们穿着防弹衣呢，可以挡掉的。BOSS 战显着很简单，但简单的前提是你知道打法。这就是第3关了，看这关呢需要打很久。咱们大概视频的8分钟9分钟进来的，看看要打多久吧。5分钟肯定是打不完的这关。估计要8分钟以上吧，因为它流程就比较长。踢到了3个，这4个人像跳舞一样啊！打架不如跳舞吗？真抗打，防弹衣，然后呢再去搞一个全套。这个节奏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能掌握好。掌握好这个腿这个节奏呢，是这个游戏的基础。
没有拳套呢，这个拳头就非常的轻。先干掉一个。这种特种兵的敌人招式真的非常多啊！空中的团身跳，啊，地面滚过来给你一刀，还会扔飞刀。其实刚才这个敌人呢，如果你不带拳套的话，给他一拳一脚，然后一个飞脚，正好能把他打飞，他是不倒地的。这次他冲过来被打飞了，你看第二关那小兵啊，冲过来扎歪了。好听吗？好听就是好防弹衣。这个货会轻功啊，夸张啊！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啊，飞了。好，清完。前面应该快到大瀑布了。这个手雷是秒杀的，没有防御的办法，你的防弹衣对手雷是无效的。哎，是不是刚才丢了一个小兵啊？哦，在这儿，没丢。这就是上来送的了。好，到瀑布了。这里瀑布的水声非常的响啊，又有水鬼。这个货最讨厌啊，一拳倒，两拳才飞。哦，出现了非常抗打的水鬼，这个水鬼讨厌。其实如果接上的话，能继续把他打飞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继续抓住他，导致他第二次出现。哦，这个货一拳打不飞啊！这和他们皮是一样的，但是里边的内容不大一样。就是你给这样的不同强度的敌人，哪怕外观一样，你给他换个颜色是吧？你也对得起这些玩家呀。你看《勇者斗恶龙》系列和《最终幻想》系列玩的那套，什么测试版、正式版、加强版、威力加强版、终极版，他只是把那些怪换个颜色，但大伙儿至少也能知道啊，这个怪比那个厉害。又抢了个飞刀啊！飞刀扎这个 BOSS 呢，也就相当于多打两拳吧。其实用处不是很大，因为这个 BOSS 你用拳头可以把它堵在电梯的角落打死它，驱死它。哎，我感觉我现在打这游戏确实是快了。5分钟，这马上要见到 BOSS 了。就是你打完第3关，你就感觉这个游戏过了60%了，因为5、6关的流程特别短，你加一起也就相当于一个第1关都不如。行了，把这匕首飞了它吧。游戏的难度其实不高。因为呢，它受制于 FC 的技能限制，同屏的敌人数不能太多。你看它超过3个呢，就开始出现这种敌方的贴图闪烁了，因为它不能全部显示出来。这个大家玩 SD 的快打旋风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啊，屏幕上最多就那么2、3个敌人，不能再多了。所以你说难度呢，它肯定也没有太难。要打 BOSS 了。6分钟，
大概6分钟咱们见到 BOSS 还成。哎，这个敌人飞了。行了，里边这个 BOSS 呢，小时候管他叫相扑啊。你看他挨打的更夸张。哎，这就完事了。好，还讲命了。第4关啊，真的感觉这游戏过了60%了。游戏真正有难度的地方，其实也就是第3关和第4关。这关枪给的特别多，应该我算一下啊。哦，1、2、3，好像至少给4把枪。所以说枪呢，你就别留了，有就用。而且这关 BOSS 也特别好打，你不用把枪非常艰苦的留到 BOSS， 因为枪留到 BOSS 还需要一段距离，你光凭枪托的话打起来特别艰苦。哎呀，偷袭我啊，这年轻人啊，就突然出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拳头已经架到他鼻梁子上了，没有打他，打他的话他鼻梁子就骨折了。行，楼顶上应该还有一把枪。啊，就是这个啊，踢的话，你看这个 AI 啊，踢的话他还知道往后躲。这是第2把枪。最好你一梭子子弹呢打2到3个敌人，这是比较划算的啊。得，咱们又是血布满的状态。上关挨没挨打我忘了，上关好像是没挨打吧。第2关挨打，第2关掉了1格半的血，啊，这关又掉了半格。哦，这个爽，没子弹了。正好我的枪里射干净了。就是自动往前走了。小的时候觉得这里有点夸张了啊。这个相当于从10层楼左右跳下来啊。这个地方要小心点处理啊。把这个匕首扔掉啊！你带着它的话呢，这把枪你拿不下来。这4个精神病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扔手雷去炸垃圾堆。这是第3把枪，后面应该至少还有一把。那屏幕的右上角啊，这里进去呢，应该是打一个第2关的 BOSS， 然后给血。同样，这里如果分数得当的话，也是给你奖命。但是奖命，我觉得用处不大。好，前方就是整个游戏我感觉需要走位最难的地方，就是战斗部分之外最难的地方，就是这儿啊，对面有这种喷火的兵，先把地面的敌人清掉，然后再往前走。这里被烧一下，好像是2格半血，反正2下就挂了。那跳的时候呢，人跳起来之后是无敌的。好，把这过来了。这飞刀，这飞刀我不敢留啊，我感觉很快又会给枪。摩托，这应该是摩托最后一次出场了。哎，一脚踢2个。快有枪了，快有了。就是这波，
好，拿着。哦，那应该后面还有一把，那这关至少5把枪。啊，一次射了2个，这就非常爽了。当然还有更爽的，就是一次射3个。哦，前方又会给枪，这2把枪离得太近了。行了，后面就没有了。这把枪如果保存到 BOSS 呢，是一发秒杀的，但是保存到 BOSS 特别难，因为这里敌人很多。如果刻意留枪的话呢，打敌人没有效率，还比较危险，所以这里就不那样操作了。所以说咱们可以留一把匕首，匕首也没必要，我感觉，因为打这个 BOSS 的套路特别好用。BOSS 如果说有难度的话，也就是下一关的那辆装甲车，再加上最终 BOSS 吧，稍稍有点难度。这里呢，打最终 BOSS 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套路啊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个机会可能不是很好抓，但是一旦你掌握这个节奏了，打它就没有任何难度了。打装甲车也有套路，这个套路一会儿也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当然了，不一样的玩家呢有不一样的打法，打法呢一般和你的性格有关，你的性格对游戏的了解程度都有关系。哎，这个又扎歪了，这小的时候就幻想这波枪如果能抢下来多好。匕首，拿到这个匕首离 BOSS 就不远了，直接飞了一个小兵。10万分，这游戏分真是不高啊！打一个小兵才几百分啊！哦，一拳头也打不死。好 ，BOSS 战，给他一拳他就后退啊！这个真的跟跳舞一样了。哈哈。跳的还不错，这扑街了。行了，这辆装甲车是这样，它会出3种敌人啊，一种呢是拿着手雷的，一种是呢拿着这个匕首的，一种是特种兵。这种特种兵特别抗打，所以咱们呢就是把它逼出屏幕就可以了，逼出屏幕它就没有了。你不用去清它，清它的话，一个踢7、8脚它才死。拿手雷的小兵失去手雷之后，他的扔手雷动作也是有攻击判定的。好，往左挤他，把他挤出去。扔手雷的小兵不用刻意打，他手雷丢掉之后呢，他就回去了。咱们占据屏幕左边1/3的位置就比较安全。实在不成了呢，你感觉躲不开了，你可以跳一下。这里咱们是没有防弹衣的，跳一下，好，打完。我觉得打装甲车这样打比较简单，尤其是在特种兵那个小兵的处理上。点了把匕首，这关也是咱们没有防弹衣，流程特别短。前方会有一个第2关的 BOSS 呢，作为小 BOSS 出场。这个货真猛啊，会扔飞刀。行了，这2个 BOSS 是连战啊。
这把飞刀我要留给最终 BOSS 呢。行，踢完，来吧，最终 BOSS 啊！最终 BOSS 跟大家说一下方法吧。好，再给他一刀，下来的时候飞脚，对，用飞脚打他，用飞脚接他这下。然后呢，对，还能接一脚，这就非常疼啊。他走过来呢，你提前出脚。OK， 通关啊，快吧！大概4、5飞脚，2、3个平踢，一发匕首就完事儿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 FC 平台的托育高清录像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再见。